90几年的时候，一个月是4万块。欢迎来到吉贝京。吉贝京这个名字取自于人物吉贝京验命，传说中他就是桃太郎的现实版原型，最终战胜了恶魔温罗，保护了村民的安全。你看他们这个家虽然在农村，但是搞得还挺好看的。90几年的时候，可能我们父母一个月工资就几十块钱，有的好的100多吧。对，不是那个网友说了吗？他舅舅当年在日本做那种木匠打工，一个月是4万块。4万块人民币，我一个月4万块有点太夸张了。反正就是他舅舅拿那个打工的钱养活了他们家好多人很多年。天哪，都不敢想。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日本当年的经济发展的有多好，他们就有大量的资金来就这种建设自己的家园。也就是像今天这种农村的样貌。很渣，叫什么？叫什么？吉贝京松并木。你看这个树枝像不像嘚儿住了？我看跟你挺像的。从吉贝京站出来，一路上都有指示牌和鸟居来指引你去往吉贝京神社的方向。而作为桃太郎的原型，这里自然也会有桃太郎的小店了。啊 ，OK。melon。Two melon，OK。9。Yeah， 9。OK。爽呀，朋友们！就在吉贝神社下面有一个老奶奶开的店，这个店上面写的就是桃太郎3个字。对，蜜瓜味的冰淇淋，非常棒。Good。以右手执长柄木勺，以左手掌心横水漱口。意思一下吧。对，右手执长柄木勺，洗进左手。那水要还到这里面吗？不，他没说，不知道。哦，右手执长柄木勺，洗进左手。再换。好，左手执长柄木勺，洗进右手。然后呢？然后再右手换回来。再喝一口。不对，把水放到左手的掌心里，然后漱口。漱口？我不知道是漱口还是喝，它上面写的是漱口，但它也没说吐哪儿。那是不是可以喝呀？那只能这样了。真的吗？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最后一步应该是什么？把它立起来放在，你再看一下。立起来放在这儿。对。然后把水倒掉。对。放在这里。好，结束。意思一下。但是你那个吐哪儿真的吗？吐都吐了。其实我这个事儿还是挺有说法的。火影忍者里面有一个人，就他的姓跟这个就很有关系。火影忍者哪个？太多了。红豆，什么红豆？玉手洗。对，玉手洗红豆。为啥叫玉手洗？其实它是一个官职名称，就是这种管理神社，你不进神社之前要洗手吗？它是一个官职名称。这个就是在大概我们在汉代的时候吧，日本那时候就还是才刚过石器时代。然后他们就开始形成各个村落，村落之间开始互相打架啊，占地盘。然后他们那时候村子里的人也没有名字，只有村民。当中呢有一个叫亚麻头的一个村。亚麻头。对，就是大河的意思。这个村的人比较厉害，然后比较追求进步啊，就是跟中国学了好多技术啊。然后就把别的村就干爆了，就成了可以说是日本第1代的一个王八。所以王八王。所以大和民族跟这个大和的姓是有点关系。就是我们《后汉书》里面也记载过，叫倭人分为百余国，就是形容他们当时这个群雄割战，都不能叫雄了，叫群村割战。然后其大倭王长居斜马台。就是这个亚麻头大和的意思。对，所以现在叫什么和服大和民族，只能他叫亚麻头呀，别人不能叫呀，不然怎么区分我？确实，我比你有点这个尊贵，名讳这样的嘛。对，我比你尊贵呢。他就给他的闲散子弟，又分了几个姓，比如说，平氏、袁氏，袁氏物语听过吧？袁氏物语啊，对，还有大雄的老婆叫袁静香，这个姓其实很有说法的。除了这2个之外，还有一个藤原氏，藤原拓海，
哦，藤原拓对，海。藤原拓海，还有一个叫菊式，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女演员叫菊什么，我就不说了。行吧，感觉不太能说是吗？对，行。然后他的这些家里面的什么子弟啊，大王的子弟亲戚到外面开枝散叶，开始有自己的家庭，发展自己的势力。就是你比如说藤原这个，他只能用里面一个藤字儿。比如说藤原氏他过去开枝散叶之后，他家里的藤就变成了各种藤。你比如在伊势地区的，他就把自己叫伊藤。伊藤洋华堂。哦，我就说怎么这么熟悉。然后在佐野地区就叫佐藤。哦，佐藤也很熟悉这对个。，然后去当那个木匠的叫什么？叫工藤。哦，工藤新一。工藤新一，对。柯南。然后还有一个男演员，他在日本的加贺地区，他就叫加贺藤。哦。除了这些四大家族大姓之外，一些官职当官的，他也开始把他的官当成自己的姓。你比如里面，你从微信里搜一下，绝对有一个人，他说我在日本的我孙子氏。哦，对，这个我孙子我经常见过。对，这个我孙子他其实是当时跟祭祀有关的一个姓，他也是个官职。我孙子是个官职。对，然后呢，这个御手洗呢，他不就是管神社的嘛，对吧？还有一个叫，因为当时就是狗这个动物对他们村子之间的发展很重要，所以专门有一个养狗官叫什么？叫犬养。哦，犬养也是一个姓，之前叫犬饲，现在叫犬养。不是日本以前有一个首相叫犬养毅嘛？好吧，这个就不知道了。然后再到后面，如果你们想听的话，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再继续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日本这个姓氏。再到后面又发展成好多地方以地名为姓氏，以寺庙为姓氏。比如说那个，你知道道明寺叫什么吗？流星花园。言承旭。我当然知道他叫言承旭。我说他全名叫什么？不知道。他叫道明寺司。道明寺司。司机的司，对。哦。道明寺是他的姓，司是他的名。比如说还有这个百元小樱看过吧？看过啊，摩卡少女。他的那个好朋友叫什么？芝士是吗？什么芝士？大道寺芝士。不记得了。他叫大道寺芝士，所以这些寺啊什么的都是他们的姓。现在搞明白为什么叫御手洗了吧？搞明白了。对，好玩，还挺好玩的这个。在京都那期节目中，我们讲过，东北角在日本五行之说中是妖邪最容易入侵的地方，所以才放了一只猿猴来镇压。而在吉备津这个传说故事中，吉备津叶命将强大的温罗彻底制服后，便将其封印在了东北方向上，以毒攻毒，用他这个强力的妖邪来镇压其他的鬼怪。所以我们也想来求证一下，看看东北方向的温罗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我们求助了一位工作人员小哥。Of this one. Where from? China. Oh, China. 我们有北京3年3 years. 你在北京Yeah. OK. This one. 小哥看来也不太了解，所以去问了一下扫地的老者。我当时以为我没有解释清楚，就用翻译软件再次解释。我听说在神社的东北角有一个雕像。Please. 桃太郎。桃太郎の像がある。此时他们给我指了一个方向，旁边的工作人员也凑过来了。So there's no. 岡山駅のこの像やこれじゃないんか。He said he's know about statue, but there is not the statue in the shrine. 本当ですか？なんか这时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就很懂的女孩子，在给大家解释着什么。ありがとう。I understand. OK. 吉備津神社。吉備津神社。吉備津彦。哦，so it's different 是吗？不是一个样。 kilometers from here. Please come this way. あ、Come this way. OK. 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这哥们儿人真好呀，真好。毕竟是在中国待过3年。 Are you from Korea? No, China. China. Yes.
这个扫地的老爷爷坚持要给我们指引方向所以我们。现在是去找那 That 个 narrow road leads to Kimitsu Shrine. 好像有点远，怎么办？没事，看看吧。先看看，走。嗯太热心了，这个我们都不好意思。 ，OK Just go to that direction. OK。 Maybe about 2 kilometers. 2 2 kilometers. Oh, it's Oh, far okay, it's from far. here. On the right hand. On On the the left hand. Left hand. Left hand. OK. OK On OK。 right hand. 后来在网络上搜索了之后，才发现，其实我们真正想去看的呢是艮玉崎神社，它正好就建在吉备津神社的东北方。艮在八卦中代表的正是东北，相传温罗的遗体就被吉备津彦放在了这里，因此这一次的东北方向不再是狭义环境里的角落，而是广义环境的方位。由于太远，我们就没有去了。哦，OK OK。啊，it's a little bit far. Okay, Thank you。这条就是号称日本第一长的木造回廊，总长398米。它是贴合原生山地地形建造的，因此你可以看到有上坡有弯折。在古时候，它作为神职人员运送祭祀活动贡品的专用通道来使用。You mean I need to？ 哦，we don't go。 No, 啊 no, ，yeah no. we know。他问我们你们要不要上去，大概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吧，我们反正也听不懂啊，大概就这样聊。中国人吗？哦，是的。你好。你好，你好。 일본 사람입니다. 你好。 日本的。啊，日本人。日本的，你是对，日本人，嗯。欢迎。欢欢迎迎。欢迎中国的朋友。啊，yeah，thank you。现在这个神社的老爷爷都很好。我觉得这个和可能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你离城市中心越远的一些地方，它的民风其实越淳朴。真的很淳朴。对，你来这个地方就是从刚到这儿那个卖冰淇淋那个老奶奶，对到山上的一些工作人员，感觉都蛮善良的。对，就让我们特别的觉得很温暖，就是在陌生的地方遇到陌生人的善意，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不一定能看到那些大城市的媒体，也是，确实。所以就是他们不会被那些媒体污名政治团体啊，确实去把脑子给洗坏了。确实。ボタン園に行ってみた。ボタン園。我们也听不懂 NPC 老爷爷在说些什么，他只是一直在重复 “botan botan” 这个词。わっと咲くけど、ボタン園。ここボタンが今ちょうど咲き出してる。哦，有可能说的是桃太郎，哦，ボタンファっていうのかな。可能说的是桃太郎。哎，他说的是 botan 花园 botanical。走到长廊的尽头，我们才发现，原来 botan 并不是指的什么桃太郎，而这个手势也不是什么桃子裂开的意思，而是此时正值花开时节的牡丹花。也许是 NPC 老爷爷怕游人错过，因此才给路过的人都解释一番。我们今天的吉备津之旅就将在花园中结束了。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你点赞、评论加转发。那我们下期见吧。